我刚搬进新买的房子，就闻到隔壁放在门口的鞋臭味。我好心敲门提醒邻居。敲什么敲？你谁啊？1202新业主，这鞋架和垃圾是你的吗？麻烦您收拾一下，它味道有点大。哼，收拾？这过道老子站了5年了，你算老几？让我挪？你这已经妨碍到正常通行了。哼，通行？有钱买独栋别墅去啊！没那富贵命，就给老子憋着。张经理，12楼消防通道被恶意强占，麻烦你现在上来一趟。张经理，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说的现状，符合消防规定吗？哎呦，这确实放得太出来了，但苏小姐，王强是个浑人，不好惹呀。敲门。强子，我是物业老张，推命啊！大清早的叫魂呢。哼哼，我当是谁呢？怎么着，老张，带个女人来查我水表啊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1202刚搬来的苏小姐吗？你看你这鞋架，确实宽了点，挡人家门了。还有这垃圾容易招虫子，要不你受累往回挪挪，垃圾我顺手帮你提下去。挪？往哪儿挪？老张，你第一天干物业，我这鞋架放5年了。前房东见我都客客气气的，他一搬来我就得挪，老子交了物业费，这公摊面积我就有权用。强子，消防大队刚下发了整改通知，楼道不能堆杂物。少拿消防大队压我，老张我够给你面子了，信不信我明天带头不交物业费？老子不仅不挪，今天还得把旧纸箱子也搬出来堆着。唉，王强，公摊面积是共有产权，你没有独占权，这叫遵守法律。我给你1天时间，今晚如果不清理，造成的后果你自己承担。你听听，这小丫头片子还懂法律呢。行啊，你去告我呀，去报警抓我呀。王强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！我倒要看看警察管不管我往楼道里放2双鞋。呸！老子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这鞋架天王老子来了也挪不走。唉，苏小姐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他连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警察来了也就是口头解，前脚走他后脚变本加厉，咱们物业也没执法权啊。所以因为他耍无赖，物业就纵容他侵权。这哪是纵容，是真没办法。听书一句劝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你进门稍微侧侧身子就行了。吃亏是福啊。张经理，吃亏不是福，吃亏是纵容犯罪。我叫你来是履行物业告知义务，既然你管不了，那接下来的事我自己处理，到时候希望物业不要出来干涉。你自己处理？你可别冲动去砸他东西啊，那可是要赔钱的。放心，我很穷，1分钱都不会赔给他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非得吃个大亏才知道什么叫社会。强哥，你对门搬来个美女啊，长得挺带劲儿。带劲个屁！就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。早上还带物业来教训我，让我挪鞋架。老子在这混了5年，他算哪根葱？那你可得给他立立规矩啊！必须的，老子今晚就让他长长记性，知道这12楼到底谁说了算。走，进屋喝酒。门店采购价150元，防盗门专业深度清理费预计200元。既然王强非要用这种下作方式试探我的底线，那就让他知道，惹上一个精通证据链闭环的女法务，代价是什么。喂，去最近的五金市场，帮我买一个折叠式铁质暂存框，再加一个带 4K 高冲夜视的可视门铃，半小时内送到，跑腿费加倍。猎物既然这么嚣张，陷阱也该布置了。老油条一夜转性，绝不可能。苏小姐，下班了，今天早上出门心情挺顺畅吧？张经理，走廊是你带人去清理的？哪能啊，是今天中午王强自己主动清走的，鞋架搬回屋了，地砖刷的那叫一个亮。他会有这种素质？中午强子打扮的人模狗样，领了个拎名牌包的女人回家看房相亲呢。这就叫恶人自有家人磨。
苏小姐，为了面子，她以后肯定也得保持干净，咱们大家都踏实。张经理，面子是纸砌的墙，为了虚荣伪装出来的素质，一旦外人离开，反弹的恶意只会更狠。哎呦，你怎么把人想得这么坏？不信，上楼看看。我还真不信他大晚上又能把走廊弄脏。这怎么又堆出来了？中午明明干净的能照出人影啊！谁呀？没完没了了！哟，又是我这女邻居啊！干嘛带着老张组团参观老子的地盘？把地上的纸箱和榴莲壳清走。凭什么？老子在自家门口乘凉，放几个废纸箱怎么了？碍你事儿了？中午既然能收拾干净，说明你完全懂什么是公共秩序。现在外人一走，你故意把垃圾推到我房门正下方，这叫主观恶意的蓄意骚扰。哎呦，老张你听听，又给我上法律课了。中午收拾是为了招待我女朋友，我乐意。现在人走了，老子嫌屋里榴莲味大，扔出来怎么了？你嫌屋里臭，就可以扔在公共通道。别跟我扯那些文文绉绉的词儿，老子就这素质。想干净，有本事找个有钱老公给你买大别墅啊！自己是个打工的，装什么上流社会？强子，说话太难听了。中午不是说好了保持干净？一边去！老子交了物业费，这就老子的地盘。今天天王老子来，这榴莲壳也在这儿一放到底。哎呦，你怎么砸人家的门啊？老子就砸了，怎么着吧？去报警抓我啊！懂法的大律师，看看警察能不能为了这几百块把我关进监狱。哼，真以为老子吓大的？苏小姐，这浑人喝高了，你别生气。明天我让物业派师傅拿补漆笔给你涂涂。不需要涂。他说的没错，单一的刮痕，警察确实不会关他多久。但既然他主动开始破坏他人财物，那这个局就彻底活了。请问是1202的苏女士吗？您加急订购的防盗铁空和可视门钉到了。那就麻烦师傅现在帮我装上去。苏女士，这款最新型的 4K 智能可视门顶已经用 3M 强力胶贴死在您家防盗门上了，带防强拆警报的，只要有人靠近您家门前1米，手机立马自动录像，带招清夜视和高清咒音，直接存云端。辛苦了，角度能完全覆盖我门口这半厘米吗？绝对没问题，连地砖缝都拍得一清二楚。不过苏女士，您花100多块加急费，就为了装这么个简易折叠框？这玩意儿是薄铁皮的，稍微用点力一踹就瘪了。我要的就是它容易变形，帮我贴在铁框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用膨胀螺丝把框底固定在门槛红线内。私人快递暂存处，严禁触碰损坏，违者照价赔偿。得嘞，我这就给您定死。大周末的钻什么钻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还以为你这新来的丫头多有骨气呢。昨天不是还跟我讲什么消防法吗？不是还说要找物业没完吗？怎么今天自己乖乖把脏垫子给扔了？你费这么大劲儿，就弄了个这破铜烂铁放在门口，怎么着？准备在楼道里捡破烂？王强，看清楚这条线，这是物业确认过的房产红线，线内 0.5 平米，是我的私人产权面积。什么产权面积？听不懂。意思就是我的框子严格放在我自己的地盘上，没有占用1毫米的公共通道。昨天的事我不想再吵，但从今天起，这个框子用来放我的私人快递，你最好管好你的手脚，别碰它。呦呦呦，还管好手脚？一个20-30块钱的破铁笼子，你当成宝了？你放心，老子嫌脏，碰都不稀罕碰。不过你也别指望这破笼子能挡住我放东西。走廊这么大，老子想扔什么垃圾照样扔。你的垃圾怎么扔，那是你的素质问题。但我警告你，这是我的私人财产，一旦损坏，必须赔偿。赔偿？哈哈哈哈哈！师傅，你听见没？这女人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一个破铁皮筐子，我就是一脚踩扁了，警察还能为了20块钱把我抓进去，还让我赔偿？我赔你个塑料袋，你要不要啊？王强，话我已经说明白了，法律不以物品价值的大小来决定是否保护，你可以试试。是就是，老子吓大的，少拿你那套文绉绉的词吓唬人。你这破筐子最好别刮到我的腿，不然老子直接给你掀了。
还外企精英呢，我看就是个怂包。强子，干嘛呢？查岗啊，老张。我看看你们两家今天又闹什么幺蛾子没？哎，那小苏没去找你赔门板的钱，怎么弄了个这玩意儿？赔个屁，他敢！老张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这种坐办公室的女人就是纸老虎。昨天跟我交换的挺凶，今天还不是乖乖把垫子扔了，弄个破铁笼子，就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他真没报警。报什么警啊？警察闲得慌管这种破事儿。他贴个严禁损坏的条子，就以为能吓住我了。你看着吧，明天只要他筐里敢放快递，我见一个踩一个。他要敢说一个不字儿，我一脚把这东西踩成铁饼。哎呦，强子，你可别惹事了。人家既然退了一步，你也收敛点。我收敛？是他该知道谁才是这12楼的老大。你等着看吧，不出3天。不知道啊，我看就是个怂包。见一个踩一个。在捕杀大型猎物之前，确实需要先测试一下陷阱的灵敏度，顺便固定一下你习惯性恶意破坏的主观证据链。既然你这么想踩，那先去给你上几道开胃小菜。我倒要看看，当你的嚣张被记录了整整3次之后，你还怎么在警察面前解释你只是不小心绊倒？苏女士，您的1箱矿泉水和2包2层抽纸到了，放哪儿？放我门口那个黑色折叠筐里就行，谢谢。王强，你为什么踢我的快递？哎呦，你在家啊？谁踢你快递了？你这破筐子放的这么碍事，我走路一不小心绊到了，不行啊！铁筐固定在我自家门槛内，距离你的过道有足足半米远，你是故意走过来踢的。行行行，老子就是故意踢的，怎么着吧？我看着你这破铁皮笼子就不顺眼，怎么了？踢你2包破抽纸，你还要吃了我不成？这是我的私人财产。私人财产，哈哈哈哈哈！就这2包破屁股纸值8块钱吗？还有这矿泉水1.5块1瓶，老子今天就踢了！有本事你去报警啊！去啊，打110抓我呀！你问问警察，能不能为了这10块钱的破玩意儿把我关进牢里去？你认为物品价值低，你就可以肆意破坏？对啊，老子就是懂得比你多，少在老子面前装上流。这种几10块钱的小东西，我就是天天踩，天天踢。警察来了，最多也就让我赔你块8毛的，连立案够不着。你除了干瞪眼，能拿我怎么样？好，我记下了。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保持这种底气。装，接着装。我告诉你，只要这东西放这1天，你来什么包裹，老子就踢什么包裹。老子就是故意踢的，我就是天天踩，天天踢。强子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又踩人家的快递啊？老张，瞧你那样，大惊小怪什么？我就帮我的女邻居验验货嘛。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哼，强子，人家小苏好不容易把走廊让出来了，没跟你闹。你这不是故意挑事儿吗？老子就是故意挑事儿，怎么了？这娘们就是个软骨头。前天我把她矿泉水踢了，哼，她连个屁都没敢放。今天我看她买了个破日历，还是破塑料画框的，老子照样给她踩碎。苏小姐，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强子他不小心。张经理，不是不小心，这是王强这个星期第3次破坏我的私人快递了。第3次怎么了？老子就踩了，你这破塑料盒值几个钱？不用找了，剩下的当老子预付款。下次你有这种破玩意儿，老子继续踩。强子，你这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讲这种话？一边去！你去告我呀！你不是大律师吗？你懂法，你告诉我，这20块钱的破玩意儿，法院立不立案？公安局受理不受理？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，我也是这态度。王强，我再跟你确认最后一次，每次破坏我的快递，
你都是主观故意，并且没有反悔之意，对吗？对，老子100%故意，就是故意恶心你。你买这些20-30块的破铜烂铁，老子见一次踩一次。有本事你买个几万块的金元宝放门口啊！我看你这穷酸模样也买不起。很好，张经理，你也听到了，他是主观故意，长期蓄意破坏，证明这并非邻里日常纠纷，而是恶性的侵权。亲你个头的拳！哈哈哈哈哈！还在老子面前拽词儿，你除了拿张嘴巴巴还能干什么？你告我呀！看到了吗，老张，怂了又怂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好欺负的白领就得这么治。明天他敢来个稍微大点的纸箱，老子就直接剪刀给他剪了。哎，强子啊强子，你早晚得在女人手里栽大跟头。有了这些小额财务损毁的长期前置证据，等到了法庭或警局上，任凭王强那个无赖如何诡辩都没用。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是5000元，一旦达到5000元，就会转为刑事公诉案件，立案、侦查、起诉，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要大半年。王强甚至可以取保候审在外逍遥，但4900元恰恰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能给出顶格行政拘留处罚的极限金额。我可没有大半年时间跟你耗，我要你在这个周末立刻马上当场戴上手铐，滚进拘留所去吃15天牢饭。苏女士您好，顺丰特快，您有一个保价8500的贵重件，上面写着极度易碎，需要您当面签收验货。师傅，我还在加班，回不去，麻烦您核对一下外包装完好，直接放在我门口的黑色铁筐里就行。我的监控全天开着，丢了算我的。放门口？苏女士，这可是8500的东西啊，这铁筐子连个盖都没有，万一被邻居碰了踢了，这镜头可就废了。没关系，您放稳了，拍个照确认签收就行。辛苦了。哎，行吧，那您可得赶紧回来拿啊。这破电池死沉的，连个电梯都不让进，老子非得拎上来冲。贵重仪器还极度易碎，前2天踢了矿泉水和纸盒，那女人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今天居然敢把这么贵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放在走廊里，这简直是对老子的公然挑衅。你想护着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哎呦，这什么破铁笼子，谁他妈乱放东西绊老子？哎呀，地太滑了，没站稳。哎呀，真是对不住啊，我的女邻居，我这电瓶太重了，摔了一跤没拿稳，砸到你这破烂了。摔得老子手都麻了，饮料也没拿稳。正愁没借口呢，明天这娘们要是敢出来要赔偿，老子就说是他这破箱子绊倒了我，不仅1分钱不赔，还得让他倒赔老子2000块的医疗入宫费，看他明天怎么哭。演技太浮夸，不及格，尽情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明天早上准备收网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，没天理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，都来评评理呀！这女的想害死我呀！强子，怎么了？这是大清早的坐地上干嘛？张大妈，您可得给我作证啊！昨晚我下班拎着电瓶回家，楼道声控灯坏了，黑灯瞎火的，结果这女的竟然把这么大一个硬纸箱子横在走廊正中间，我根本没看见，一脚就被这破箱子给绊飞了。我连人带几十斤的电瓶狠狠砸在墙上，你们看看我这脚脖子肿得跟馒头一样，疼得我一晚上没睡着啊！王强，你编故事的本事见长。我的快递昨晚快递员完完整的放在了我的私人铁筐里，距离你走路的通道有足足半米远，你是怎么不小心绊飞出去的？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！什么半米远？明明就是你的破箱子一半都掉到路中间了，要不是你的破箱子，我能摔得这么惨？我的电瓶都被砸裂了。所以你不仅不小心踢坏了我的快递，砸烂了里面的东西，连这满地黏糊糊的甜水也是你不小心洒上去的。废话，我摔倒的时候手里拿着半瓶冰红茶，没拿稳洒在上面了，不行吗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，大家给评评理，因为他乱堆杂物，害得我摔断了脚，
这几天连班都上不了，我找他要2000块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，过分吗？2000块，你还真敢张嘴？2000块我还算要的少了，今天这钱你要是不给，我就天天躺在你家门口，你别想出门。姑娘啊，这事儿确实是你不对，楼道是公共区域，怎么能放这么大个纸箱子呢？人家强子都摔成这样了，脚肿的老高看着怪可怜的。你是个体面人，就别跟一个商人计较了。那破箱子碎了就碎了吧，人家也没让你赔上万块，2000块钱买个教训，你赶紧给了，带人家去医院看看吧。让让，都让让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强子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老张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女的乱放东西，把我办成了重伤。你作为物业，得给我主持公道。今天她必须拿2000块钱医药费，不然我跟她没完。哎呦，苏小姐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别在走廊放东西吗？强子这脚确实肿了，要不您看您就当破财消灾，赔点纸箱子里的东西，不管多贵，咱就自己认倒霉了吧。这真闹到派出所，对您一个单身女孩子影响也不好啊。张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让我赔钱？这不是赔钱，这是人道主义补偿。我拒绝。王强，我最后跟你确认一遍，你坚称是我的快递绊倒了你，这满地的饮料也是你意外撒的。你不仅拒不赔偿我箱子里的任何物品，并且要求我倒赔你2000元医药费，是这样吗？没错，1分都不能少。好。喂，110指挥中心吗？我要报案。地址是小区3号楼12层，有人蓄意砸毁我价值4900元的贵重财物，并以虚假受伤为由对我进行2000元的敲诈勒索，人就在现场，请马上出警。你吓唬谁呢？报！你尽管报！警察来了也是我占理，我这脚可是实打实肿着的。我倒要看看，警察是抓你这个办人的，还是抓我这个受害者？警察抓谁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顺便提醒你一句，刑法第274条规定，敲诈勒索公司财物，数额要大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胡说八道！你那个破快递能值4900，你讹人啊！我今天就在这等着。哎呦喂，苏小姐，你这怎么直接报警了呀？这邻里街坊的，怎么能把警察叫来呢？因为有些毒瘤，物业割不掉，只能交给国家机器来割。谁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案。他蓄意砸毁我价值4900元的包裹，并以此敲诈我2000元医药费。你放屁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可要给我做主啊！这女人倒打一耙，你们看看这走廊，她把这么大一个硬纸箱子挡在路中间，楼道声控灯又坏了，我昨晚下班拎着电瓶，一脚就被绊飞了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，既然各执一词，这里是消防通道，围着这么多人也不像话。物业经理在吗？找个地方，双方坐下来慢慢调解。在，去我们1楼的物业调解室吧。哎呦，这脚踝肿的确实厉害呀！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。苏小姐是吧？我是咱们社区的刘主任，这事儿啊，我听明白了。说到底就是个误会，年轻人刚搬来，不懂规矩。楼道是公共区域，怎么能放这么大个纸箱子呢？还放个铁框，这本身就是安全隐患嘛。刘主任，我的铁框在我的房产红线内，并未占用公共通道。哎呀，什么红线不红线的，咱们老百姓过日子，谁天天拿尺子量啊？现在的关键是，人家强子因为你放的纸盒子，确确实实摔伤了。就是，医生说我这起码半个天下不了地，我误工费谁算？2000块钱那是最低标准了。强子，你也少说2句。苏小姐，你看人家脚确实肿着，这万一真去医院拍个片子，说是骨裂，那可就不是2000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了。就是啊，姑娘，邻里之间互相体谅体谅。你穿的这么体面，还在外企上班，也不差这2000块钱吧？人家是个大老爷们儿，总不能故意把自己摔伤，来讹你一个纸盒子吧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你那纸箱子里装的什么破烂，碎了就碎了吧。你赶紧出笔打车钱，带人家强子去医院看看脚，把医药费结了。这事儿我们居委会就算给你调解完了。苏女士，目前现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是蓄意破坏，如果属于意外绊倒，你作为物品放置方确实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。你接受居委会的调解方案吗？听见没，大律师？连警察都说你有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2000块钱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不然咱们就去法院打官司，我耗死你！2000块，强子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各退一步，让苏小姐赔你1500，这事儿翻篇了，行不行？1500不行，1分都不能少，他还得给我道歉，保证以后不在楼道里放那破铁框。
说完了吗，刘主任、张经理？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这是一场意外，说他是被我的纸蛾子不小心绊倒的，那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场电影。你想干什么？看什么电影？少在这故弄玄虚，赶紧给钱！给钱？我是准备给你钱，就怕这笔钱你没命花。这真破玩意儿！哎呦，这什么破铁笼子？谁乱放东西绊我？这就是你说的黑灯瞎火，不小心绊倒。这就是你说的电瓶没拿稳，意外砸上去的。警察同志，视频你们看清楚了，他不仅没有任何意外跌倒的迹象，更是主动助跑飞踢，双手砸击，蓄意倒水毁坏核心竖线。最后那段自言自语，也证明了他今天早上的所谓摔伤要钱是蓄谋已久的敲诈勒索。王强，这就是你的不小心？你这是在把我们警察当猴耍吗？不是的，警察同志，我昨晚喝多了，我真喝多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没想敲诈呀。没想敲诈？你刚才坐在这儿要2000块钱的时候，底气不是很足吗？这是镜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以及今天早上官方售后出具的全损定损单，价值人民币4900元整。4900？一个破照相机的玻璃篦子怎么可能要4900？你讹我，你绝对是在讹我！发票和定损单都在这儿，白纸黑字，你可以去税务局和物价局查证。刚才谁说这破快递就算是金子也不赔的？刘主任、老张，你们帮我说句话呀！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他这是给我下套啊！苏小姐啊，你看强子他也认错了，要不你们再商量商量？商量？张经理，你觉得这还有商量的余地吗？当他大言不惭的要我赔他2000块医药费的时候，他跟我商量了吗？当他故意把甜饮料倒进我的镜头里，想要毁尸灭迹的时候，他跟我商量了吗？苏小姐、苏姑奶奶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昨晚猪油蒙了心，喝了几口猫尿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这4900我赔，我砸锅卖铁也赔给你。这破箱子我全额赔，医药费我也不要了。苏姑奶奶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抓我去坐牢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写保证书，以后走廊里我保证连个灰尘都不放。哎呦，小苏啊，你看强子都这样了，常言道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既然他愿意全额赔偿，你气也出了，这事儿要不咱们居委会出面写个调解协议，私了算了吧。真让他去派出所，以后你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多尴尬呀！是啊是啊，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刘主任，我想您弄错了一件事，法律不是用来讨价还价的菜市场。如果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如果砸坏了东西，只要赔钱就能免于处罚，那以后谁还敢把东西放在自家门前？苏警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都答应赔你钱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非要把人往死里逼是不是？我没有逼你，是你在逼你自己。当你举起电瓶砸下去的那一刻，你就应该想清楚后果。警察同志，我作为受害人明确表态。第一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民间调解或治安调解。第二，我要求追究他故意损毁公务财物的法律责任。第三，我会通过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他全额赔偿我的财产损失以及相关维权费用。苏女士，您的诉求我们清楚了。王强，证据确凿，不仅涉嫌故意损毁财物，你刚才谎报案情，企图敲诈勒索的行为，已经严重扰乱了公安机关的正常办案秩序。警察同志，我真没有。少废话，有什么话跟我回所里去说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小苏啊，你这也太较真了。刘主任、张经理，我不较真，今天倒霉的就是我。如果我没有监控，如果我真的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女孩，今天是不是就得被他敲诈走2000块钱？你们刚才是不是也会帮着他逼我拿钱？物业的职责是管理，居委会的职责是服务，而不是在违法乱纪面前和稀泥。今天的事，希望也能给各位提个醒，善良只留给懂得尊重别人的人。支付宝到账4900元。钱赔了，现在能放我走了吧？放你走？想什么呢？主动赔偿并取得谅解，只作为量刑参考，不代表你能免于处罚。现在向你宣导公安机关的最终决定：王强因多次寻衅滋事及故意损毁他人财物，对你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。什么？我都全额赔了，还要关我？坐下，违法就得付出代价。现在带下去，准备送拘留所。苏警，说好了赔钱就算了的。我从没答应过算了，是老张他们一直单方面想和稀泥。我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全额索赔，并坚决要求行政处罚。
快点上去。苏大律师，你今天确实赢了，15天，挺快的。咱们两家门对门，这日子还长着呢。你有这个时间放狠话，不如进去好好学习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。我不用学，走着瞧吧。等我出来，有的是办法让你在12楼过不下去。你等着。开车，都利索点啊！把这堆破烂连着脏鞋全给我塞黑垃圾袋里，直接拉去地下车库的废品站。张经理，今天效率挺高。哎呦，我的祖宗哎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派出所刚给物业下了违规整改通知，我们今天就是不吃午饭，也得把这走廊清干净。他以前嫌屋里臭搬出来的这些杂物，我全给他弄走。怎么样，苏小姐，这下满意了吧？满意，早这么办，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了。苏小姐啊，叔再说句不该说的，强子这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就是个心胸狭窄的主。你这次直接让他进去蹲了15天，还赔了4900，他骨子里恨透你了。张经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想让我最近搬走避避风头？搬走倒不用，但你真得防着点儿。这浑人要是出来，明面上肯定不敢再砸你东西了，毕竟知道你懂法，敢报警。但那种阴的损的招数，防不胜防啊！什么阴招？继续找人撒泼？比那麻烦。我听说强子有个80岁的老娘，平时在老家，那老太太才叫真正的是个雷。真要被他接来，天天蹲在你门口闹，咱们物业和警察都拿那种高龄老人没辙啊！多谢提醒，张经理，我知道了。行，那你多保重，有事儿再给物业打电话。15天后带护身符来是吗？那就看是你的护身符硬，还是我国的法律硬了。就是这户是不是？黑了心肝的恶毒女人，欺负我儿子老师，把他关进局子里吃苦，看我不砸了他的门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砸你的摄魂眼！你个黑心肠的小妖精，就是你坑我儿子进拘留所的，你还安个探头，天天盯着我家，我呸！我今天不光砸你的探头，我还要撕了你的脸！哎呦妈，您当心点儿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苏大律师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年纪大了，今年82了，脑子有点糊涂，最见不得别人家门口挂个摄像头侵犯我们隐私。侵犯隐私？门铃装在我家红线内，这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。你去告啊！来人啊！欺负老太婆啦！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婆子，砸你个破玻璃怎么了？你报警抓我啊！喂，110吗？我这里是小区3号楼1202，有人上门恶意砸毁我的监控设备，请出警。妈，您坐稳了，让警察同志来看看这小丫头怎么欺负您的。又是你们，这回又怎么了？警察同志，这女的在我家门口装探头，监视我换衣服，我一个老太婆气不过，拿泥巴给她糊上了，她就要抓我去坐牢啊！我不活了！苏女士，这门铃价值多少钱299。王强，你刚出来第1天就惹事儿是吧？这摄像头是人家的私人财物。警察同志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我妈干的。她老人家80多了，有高血压，还有心脏病，受不了电子产品刺激。您说怎么办吧？苏女士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这个门铃价值200多块钱，达不到故意损毁财物5000元的刑事立案标准，甚至连治安拘留的底线都勉强。哎呦！更棘手的是，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21条，70周岁以上的老人违反治安管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的。他今年82了，我们确实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。所以他砸了我的东西，就白砸了？那肯定不能白砸。王强，虽然不能拘留你母亲，但这损坏东西必须照价赔偿，赶紧把门铃钱赔给人家，然后向苏女士道歉。苏大律师，不就300块钱吗？不用找了。怎么样？报警好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妈有心脏病，你今天就算让她赔了1万，警察也不敢动她一根手指头。哼，以后这12楼，咱们慢慢玩。警察同志，赔偿我收到了，辛苦你们跑一趟。妈，干得漂亮！走，儿子带你进屋吃烧鸡去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敲什么敲？催命啊！我的牛奶还有放在门外的雨伞呢？什么你的鲜奶你的伞？谁拿你东西了？瓶子上印着每日鲜木的专属订户码。我只问一遍，
东西是不是你拿的？嘿呦喂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老太婆活了80多岁，清清白白，你丢了东西就在这赖好人？你不是有那个什么摄魂眼吗？你把录像调出来给我看啊！你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诬陷！苏大律师，大清早的怎么又发这么大火啊？丢东西了？丢东西你报警啊！警察同志最讲证据了。哎呀，我忘了，你门上那个高科技监控前2天不是坏了吗？这没有录像，没有监控，你上下嘴唇一碰就说我妈偷东西，这在法律上叫诽谤吧？王强，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是吗？有没有意思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妈每天早上能喝到免费的新鲜牛奶，下雨天出门有伞撑。至于你吗，苏律师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以后可得把自己东西看好喽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们觉得没有监控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那你们尽兴。呸！老子今天就去买酒庆祝，看你还能神气几天！高级密拍设备，超长待机，红外夜视，死角全副。只要敢把手伸进别人的住宅内部，那叫入户盗窃。这是刑法明文规定，起步就是3年以下的刑事重罪。这种严重刑事犯罪，哪怕嫌疑人是80岁的老人，也必须追究刑事责任。陈总，苏警，公司正在全力压制传单和谣言的事，但我必须通知你，大中华区 VP 上午看到了那些传单。陈总，这属于恶意的邻里报复与诽谤，王警已经立案。我相信你，但外企对合规和法务人员的个人声誉要求非常严格。高层的意思是，你下个月的合伙人晋升提名暂时取消，公司只要结果，要看到舆论彻底平息，用你最擅长的法务手段，把私事极其干净合法的解决掉。你的晋升我随时能帮你提上来。3年前买下的限量款百达翡丽，作为个人理财投资，海关发票人民币35万，35万，在刑法量刑标准里，30万以上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哪怕是75岁以上的老人，也绝无判处缓刑的可能。偷牛奶、拿雨伞，治安法确实管不了80岁的老人，但如果是入户盗窃呢？门我已经打开了，这35万的敲门砖，就看你们母子敢不敢伸手来拿了。妈，你拿这么大个包干什么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拿点牛奶外卖恶心他就行了，你拿包干嘛？你懂个屁！那丫头出门忘关门，虚掩着留了条缝，我一推车就开了。这包就放在她家玄关凳子上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你进他屋了？妈，在外面拿点东西警察不管，进屋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怕什么？他门口那个破门铃早被我呼瞎了，没证据证明是我拿的，我就是拿个空包捡废品，能怎么着？这什么红本本？房产证？10万千万10万，35万！啥35万？这破表值35块，我看像地摊上的电子表。妈，你闭嘴！这是真家伙，35万啊！妈，你这回摸到大鱼了。35万，强子啊，这可是大数目，要是警察查过来得坐牢的。快，我赶紧给他扔回门口去。扔回去？疯了吗？他门口的监控早瞎了，谁看见你进他屋了？谁看见你拿包了？只要咱们死不承认，警察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可是没有可是，我发小就在二手奢侈品店倒腾名表，这表全新的，黑市上一倒手至少能卖20万。有了这笔钱，我的车贷全清了。听好了吗？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全当没发生过。等风头一过，这钱就是咱们的了。哟，苏大律师来了。刘主任，叫我来什么事？今天把你们叫来，是为了彻底解决邻里纠纷。纠纷？是啊，姑娘，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计较？老太太不就早上来拿了你2瓶牛奶，下雨天顺了你一把伞吗？不够200块钱的事儿，你天天报警，把小区的名声都弄臭了。就是我80多岁的老婆子，喝她一口奶怎么了？这女的成天找警察吓唬我，我心脏病都要犯了。苏小姐，听到了吧？老人家贪点小便宜，你应该多包容。至于群里那些风言风语，强子也说了，是别人乱传的，跟他没关系。这样吧，今天居委会做主，强子，你把牛奶和雨伞的钱赔给人家。苏大律师，200块，多出的几10块算我请你喝茶。我妈拿的东西我赔。至于群里说你的事儿，只要你把这谅解书签了，保证以后不再报警折腾，我保证群里再也没人说你坏话，怎么样？王强，你是不是觉得
赔200块钱签了谅解书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些便宜拿了是占小便宜，但有些东西拿了是会要命的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老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妈就拿了2瓶奶，钱我给你了，你签不签？2瓶奶？王老太，你今天上午真的只拿了2瓶奶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喝了几口奶，谁拿你其他东西了？好，既然都不承认，那就让我来帮你们回忆回忆。报警！刘主任，你们听听，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为了200块钱的牛奶和破伞，她又要报警。小苏啊，你这就真的过分了。强子钱都给你了，你还闹什么？我们居委会费心费力给你们调解，你就是这种态度。报，让他报，我倒要看看警察能把我这个80多岁的婆子怎么样。他那个破探头早被我糊瞎了，我看警察抓谁。刘主任，谁说我要报警抓他偷牛奶了？这是网警大队出具的立案决证和 IP 溯源报告。那个散播我是小三的虚拟账号，实名认证和登录地址全都是你王强的手机号，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浏览量远超立案标准，诽谤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是第一锤。你胡说八道，那是我手机被盗号了。哼，盗号这个借口你留着跟法官说。接下来这个，我看你们怎么解释。你在屋里也装了探头？大妈，在门外偷牛奶叫小偷小摸，但你推开我房门的那一刻，在法律上叫入户盗窃。只要跨进这道门，无论偷多少，起步就是刑事重罪。你少在这里吓唬我妈！我妈年纪大了，走错门拿个破包怎么了？大不了我赔你个包的钱。再说了，现在包又不在我们手里，你凭什么说是我们拿的？你们母子俩把包拿回去，难道没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那里面有一块我私人收藏的限量款腕表，价值人民币35万。35万！苏警，你故意设局坑我们！我没见过什么表，警察来了也没用，你这是诬陷，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说表在我这儿？警察都不许动！警察同志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没偷东西，赃物不在我这儿啊！赃物不在你这儿。专案组刚刚拿着搜查令，从你家卧室保险柜里搜出了失窃的腕表和皮包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敢抵赖？王强，你涉嫌诽谤他人，并窝藏转移重大涉案赃物，正式对你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依法刑事拘留。警察同志，您行行好啊！我不知道那表值那么多钱啊！我今年82了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收起你这套吧。根据刑法规定，入户盗窃且数额高达35万，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是严重刑事犯罪。触犯刑法，无论年龄多大，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带走。我早提醒过你们，有些便宜拿了是占小便宜，但有些东西拿了是会要命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，全都是那个老太婆自己去偷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闭嘴，老实点，这里是公安局，不是你家菜市场。我真的冤枉啊！包是他偷的，门是他进的，我当时根本就不在家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个丧尽天良的家伙，你连亲妈都咬啊！你闭嘴！要不是你手脚不干净，去推人家的门，能惹出这么大的事儿吗？你80多了，半截身子入土了，你想害死我呀？我连媳妇儿还没娶呢！别吵了，都给我老实点！狗咬狗的戏码留到法庭上去演吧。王强，你说你不知道？我们已经恢复了你手机被删除的微信记录。案发当天下午，你就在联系二手奢侈品黑市的黄牛，连手表的型号和照片都发过去了。这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证据确凿，你抵赖也没用。张队，我来签字了。苏晴，苏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！你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，你给我出个谅解书吧。我把那35万的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了，你没有任何损失啊！没有损失，被公司暂停了合伙人晋升的资格，这叫没有损失。我去解释，我去你们公司给你澄清，只要你别让我坐牢，你要多少钱我都赔，我卖房子赔你精神损失费。王强，你到现在还是个法盲，入户盗窃数额特别巨大，这是公诉案件，一旦立案，就由检察院直接提起公诉。撤案，你以为国家刑法是我开的保安公司，我想撤就能撤？
什么公诉案件？意思就是，就算我今天大发慈悲原谅你，检察院照样会把你送上法庭，判你实刑。还有你，老太太，你以为你82岁了，国家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刑法明确规定，年满75周岁以上的人故意犯罪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但绝对不是免除处罚。35万的入户盗窃，就算给你减刑，你也得在女子监狱的高龄监区里结结实实的蹲上几年。坐牢，我要去坐牢。苏小姐啊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啊！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贪心不足啊！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有心脏病，我死在里面，他可怎么办啊？你拿口香糖唬我门铃的时候，不是挺硬朗的吗？张队，自我签好了。好，这几天可能还需要你配合检察院走一下程序。没问题，随叫随到。苏景，你做事这么绝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报应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报应，哼，我只知道你涉嫌寻衅滋事罪、诽谤罪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3罪并罚，你的报应这几天就会到了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王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；犯诽谤罪与寻衅滋事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。被告人王某云犯入户盗窃罪，数额特别巨大，鉴于其年满75周岁以上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1年。儿子，以后家里可怎么办啊？滚开，别碰我！都是你贪便宜，都是你非要去推那扇门。明明是你自己贪的35万的表。法庭保持安静，法警把被告人带下去。哎呦，苏律师，我听说今天判了。判了，王强实行4年，他妈判3缓1。4年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苏律师，您这手可真够准的。之前群里那些乱传谣言的，今天早上全自觉退群了。以后小区里如果再有违规霸占消防车道的，我想物业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，绝对知道。现在物业一看见楼道放杂物的，半小时内绝不废话，直接按消防法强制清走。谁敢耍无赖，咱们直接请派出所。苏静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吗？出了，陈总，诽谤罪成立，对方坐牢了，判决书我已经拿到了。干得漂亮，这才是咱们外企高级法务该有的雷霆手段。正好，亚太区 VP 今天上午看了法院的判决公报，对你在应对危机和证据链闭环上的能力赞不绝口。大中华区的提名重新生效了。谢谢陈总。其实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有些垃圾和恶邻，你不去痛快的打扫，他们就会反过来恶心你的一生。拿起法律和规则的武器，踩死那些不知进退的越界者，这才是现代独立女性最爽快与清醒的活法。